打地鼠游戏，谁都逃不掉。去年医疗行业，今年金融、证券、保险。金融监管总局、央行、证监会这些金融机构的员工们，马上就要集体割尾巴了。什么尾巴？资本主义的尾巴呗。具体怎么割？一刀砍掉50%的工资，这下可好，一下子从金融精英变成了体制内打工仔。路透社爆料说，这次降薪行动从1月开始实施，高级领导削减最狠，一刀砍60%，处长们削50%，普通员工好歹还能保住60%的收入。这么大的降薪力度，堪称新时代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啊！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大动干戈的割尾巴吗？表面上说是要跟普通公务员看齐，实际上是这帮金融人太能赚钱了。去年有个中金公司的员工在网上晒工资条，1个月7万多，这下可好，直接引来了限薪令。你说你有钱也就算了，还非要到处炫富，这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吗？更惨的是，这次降薪来得特别突然，就在几周前，各地公务员还在加薪呢。据说平均每人涨了500块钱，虽然不多，但总算是个盼头。结果金融圈这边倒好，直接腰斩工资。你说这帮金融人得多心凉？我给大家算算账啊。就拿中金公司来说，去年他们就已经开始第一轮降薪了，平均每个员工减薪25%，影响了2000多人。那时候已经有人受不了跳楼了，现在再来一刀50%，这不是要了老命吗？而且更要命的是，现在银行的日子也不好过。根据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，2024年前3季度商业银行的净息差只有 1.53%， 连警戒线 1.8% 都不到。说人话就是，银行放出去100块钱，扣完成本只能赚1块5毛钱，这么点利润还不够发工资的呢。但是皇上不管这些，他现在就认准了一件事，金融机构必须把钱给实体经济。怎么给？强行给，不给不行。你说银行净息差这么低，放贷都是在亏钱，那也得给，这不是要钱要命吗？最绝的是，这些金融机构的员工现在连跑路都难。数据显示，2022年底以来，全国金融行业已经减少了将近15000个岗位。光看证券行业，中信证券一年就裁了1453人，国信证券裁了1322人，广发证券也裁了1135人。现在这个行情，你想跳槽，门都没有。所以啊，这些金融机构的员工们现在是不上不下，进退两难。工资砍一半还得继续干，不干又没地方可去。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老话，既要马儿跑，又要马儿不吃草。这马儿不累死才怪。说到降薪，这还只是金融行业遭遇的冰山一角，更大的风暴是持续不断的反腐行动。2021年喊出共同富裕以来，一场轰轰烈烈的金融反腐就没停过。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。2022年被查的金融干部是70多个，2023年增加到101个，到了2024年，短短几个月就已经有97人被查。华尔街日报统计说，从2022年到现在，中国已经对500多名金融界人士展开了调查。这些人涵盖了监管机构、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各个层级，连退休多年的老干部都没放过。这些数字告诉我们什么？2024年的反腐力度比前2年又翻了个倍，每个月平均抓24个金融高管，这频率简直比抓小偷还勤快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些被抓的人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都是留过洋的海归。为什么专抓这些海归呢？因为这些人大都是在海外学的西方金融理论，回国后当了金融系统的技术官僚。现在好了，一个个都成了 ideological liabilities 意识形态负资产。一位金融圈老人说得好，
你调查一个人过去20年的所作所为，谁能说自己完全清白？这根本就是选择性执法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些被抓的高管都被换成了什么人？清一色都是党校毕业的红色人才。这帮人可能连资产负债表都搞不明白，但是政治觉悟特别高，特别忠诚。结果就是整个金融系统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去专业化运动。我再给你们爆个猛料，据知情人透露，现在中国的几大商业银行副行长有17个被派去当了地方政府的副省长或副市长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把原来懂业务的金融干部全部发配到地方去当官，然后用红色干部来接管金融机构。这不就是变相的人事清洗吗？最搞笑的是金融创新这个词，在以前这还是个高大上的词，现在提都不敢提了。一位资深银行家透露，现在的金融机构就跟清朝的票号一样，存钱放贷就完事了。创新那是资本主义的邪路，而且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已经开始显现了。就拿人才流失来说，现在但凡有点本事的金融人才都在想方设法往外跑。据统计，中国证券业在过去1年里减少了超过 1.5 万人。这些人哪去了？香港、新加坡、迪拜，反正哪儿都比国内强。一位在华尔街工作过的金融人士悲观地说，中国的金融业正在变得越来越简单化、低效化。以前我们还想着怎么做金融创新，现在就想着怎么不被抓。这种环境下，谁还敢做创新？说到这儿，我突然想起一个细节。现在的金融圈里流行一个新词，叫金融老鼠。这帮人每天提心吊胆，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反腐目标。没办法，在这种高压之下，谁还敢说自己是金融精英？还不如老老实实当只老鼠。大家说，这是不是很讽刺？中国花了40多年时间建立起来的现代金融体系，现在却在短短几年内被快速去现代化。这让我想起一句老话，倒车请注意。只不过这次不是请注意，而是躲都躲不及。那么这一轮金融系统的大清洗，最终会带来什么后果呢？且让我们拿数据说话。首先是资本外流加速。根据国际清算银行 BIS 的数据，2023年中国银行业对外资产减少了将近900亿美元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说，外国人不仅不往中国放钱了，连已经放在中国的钱都在想办法往外撤，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扩大。更要命的是，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萎缩。现在的银行已经不敢做房地产贷款了，生怕碰上烂尾楼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末，商业银行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比2022年末减少了4700亿元。简单说就是，银行宁可把钱闲着，也不愿意借给房地产开发商。这种情况下，房企的日子就更难过了。以前还能靠海外发展融资，现在好了，连这条路也被堵死了。据统计，2023年中国房企的美元债违约金额超过300亿美元。这些违约的房企包括恒大、融创、佳兆业等等，都是曾经的行业巨头。但问题还不止于此。随着金融系统越来越去专业化，一些复杂的金融风险正在积累。比如地方债务问题，据财政部统计，截至2023年底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经突破92万亿元，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中国 GDP 的80%。更糟糕的是，现在管理这些风险的不再是专业的金融人才，而是一群红色干部。这些人可能对政治运动很在行，但让他们处理复杂的金融问题，就像让戏班子的人去做心脏手术一样危险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些变化已经开始影响到国际市场对中国的评价。穆迪最近把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，这在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
还是头一遭。我给大家算个账，现在中国的金融业正在经历3重打击。第一重是人才流失，有经验的专业人士要么被抓，要么跑路。第二重是创新停滞，所有金融机构都在躲避政治风险，不敢有任何创新尝试。第三重是系统性风险累积，因为管理者越来越不专业，很多潜在的金融风险都在被忽视。这种局面让我想起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原理——熵增定律。一个系统如果不跟外界有效交换能量和信息，它就会逐渐走向混乱。现在的中国金融体系就像一个被封闭起来的房间，里面的空气正在逐渐变得浑浊。业内有个段子是这么说的：以前我们担心资本无序扩张，现在我们担心资本无序萎缩。问题是，当资本开始萎缩的时候，首先遭殃的不是那些大资本家，而是普通老百姓的财富。2025年刚开始，各类理财产品就开始出现大面积亏损。一位银行客户经理跟我说，现在推荐理财产品时，我都不敢保证收益率能超过2%，这种收益连通货膨胀都跑不赢。这么看来，中国金融业的去现代化运动，最终买单的还是老百姓。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，当专业人士被政治运动替代时，市场就会用最残酷的方式教育所有人。好了，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。最后送大家一句话，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，还是要把钱看得紧一点。毕竟，在金融体系去专业化的当下，谁也不知道下一个爆雷的会是谁。